女大学生竟然变成了娼妓，还被嫖客重击头部而亡，并且警察发现她的死法很不寻常，不仅头上被套了塑料袋，而且内裤也被拉了下来，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有一个不完整的带血鞋印。对此，扫黄组长很是不屑一顾。常年和娼妓打交道的他早已将他们视为一帮垃圾，但专案组的警探们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眼里，任何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随后，这个案子成了专案组的头等大案，但由于死者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所以暂且不能确定他的身份。除了与去年发生的一起命案相似外，只能初步断定死者是名20岁的黑人娼妓。接着，根据这条线索，队长迅速做出指示，让警探拿着死者照片去找他的同行问问。但站街小姐姐都表示不认识。不过，在警察声明你们全处在危险中后，其中一人提到自己曾被嫖客打过，那人绑住了他的四肢后强暴了他，接着又喊过来朋友一起。但警察判断这人的作案手法与追查的命案不同，于是又详细讲述了凶手是用塑料袋套头犯案的。听了这话，小姐姐突然记起有个姐妹曾遭遇过，可是由于前段时间的扫黄，他们已经分开，失去了联系。随后警察只好又来到另一个街区打探，幸运的是那个姐妹果然来过这里，不过壮硕的小姐姐却称因为争地盘，他们已经把她赶走了，所以也不知道她的下落。就此这条线索算是断了，于是警察只好先回到所里查看尸检结果。法医表示女孩的死因是窒息，并且头部还受到了重击，不过却没有被强暴，也没有吸毒的迹象，这一点很奇怪。而更特别的地方是 perfect teeth from expensive orthodontia. Stomach contents include soybeans, vegetables, whole grains. A health-conscious hooker. 所有这些都与娼妓的特征不符。而就在警察对此大为不解之际，突然同事在失踪人口数据中找到了一个特征相符的人，是一名叫崔西的19岁非裔美国人，才刚刚失踪2天。接着警察根据寻人地址来到了他家，可出人意料的是，崔西父母称女儿是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并且还正在做义工。对此两人也不知如何将事实讲出，只好拿出崔西的死亡照片。结果母亲看到后当即就崩溃了，不愿相信女儿已经故去了。父亲想知道崔西被害的原因，警察也只能硬着头皮回答了。I'm sorry, but your daughter was dressed rather provocatively.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racy's attacker was targeting prostitutes. 那意思就是女儿是娼妓了。警察当即做了肯定回答，不料母亲竟忍着悲痛默默站了起来，随后狠狠打了警察一耳光。她不相信女儿是娼妓，不容许任何人侮辱崔西，不过却也无济于事了。而警察被打了一巴掌后，似乎也清醒了许多。他们这才意识到锁定娼妓这条线索似乎不太准确。随后根据崔西父母的描述，找了崔西的男友玉田。显然玉田还不知道崔西已经遇害了，一时竟也有些反应不过来。接着表示那晚本来约好一起晚餐的，结果崔西却没来，而他想当然的以为女友只是工作忙，于是就和好友一起去看球赛了。但按照程序，警察还是要向玉田的朋友求证，来证明他的不在场。然而就在警察接过好友的联系方式，还没来得及询问之际，同事们讨论认为，还是先找到那名逃过闷杀的娼妓最重要。但问题是谁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不料年轻的队员当即提出了一个娼妓站街的新活动区，立马赢得了大家的赞赏。不愧是年轻人，消息就是灵通。紧接着本森两人按图索骥就找到了罗琳，哪知罗琳见到是警察转身就逃，还以为扫黄组的来了呢。直到本森说明了目的后，罗琳这才放下了扑通扑通乱跳的心，仔细讲述了当时的遭遇。 He shines his light in my eyes, blinding me. Then bam, he hits me with the flashlight. I'm woozy. Then this gulo puts a bag over my head and tries to suffocate me, pulling the bag tight. I'm clawing at his hands, but they're too smooth. 'Cause he's wearing gloves. I told you already, like doctors. 于是罗琳向后抓住凶手的蛋蛋并用力捏，这才逃出升天。所以他根本没看清那人的特征。然而没想到只有这些就足够了。当本森俩人在同事面前演示袭击过程后，大家还在辩论之际，人老成精的马奇突然拿着手电筒站了出来。And you're sure that she shielded her eyes like this and not like this? 本森肯定以及十分肯定。Civilian. 结果本森是水平挡光，而只有高举手电向下照，本森才会举手斜着挡光，跟罗琳当时的状态一样。但这样拿手电的人一般只有警察，所以说袭击罗琳的很可能是一名警察。随后根据这个推测，本森俩人又来到娼妓中间走访，询问哪个警察平时最暴躁、最爱找麻烦。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是扫黄组长，于是组长油腻的肥脸立刻浮现在了本森脑海内。但队长却认为组长只是遭娼妓嫉恨而已。可本森力证组长是多么的混蛋，而且他也是第一个到达崔西命案现场的，嫌疑相当大。然而此事非同小可，队长决定先去找老朋友套套话。不料老朋友一眼就看穿了队长的目的，直言扫黄组长只是嘴贱而已，没有过什么过激的行为。但副组长就大不一样了，他不仅脾气暴躁，还经常打砸东西。这下队长心里有数了。随后他就走后门，从纪委那里搞来了副组长的履历，结果竟然记录有2度被娼妓起诉伤害罪，前期指控家暴等。但奇怪的是都没有立案，只是受到了多次警告，所以他的嫌疑非常大。随后本森俩人来到了副组长老家，向老邻居们打探情况。
不料副组长的母亲就是娼妓，当他每次在屋里招待嫖客时，就会放一包饼干在门口当暗号。小时候的副组长则蹲在门口，一边拿饼干当饭吃，一边听着屋里的翻云覆雨，所以心里自小就抱着对母亲的仇恨长大。接着本森又调查了副组长负责区域内的命案，没想到结果简直触目惊心，30年间竟死了一大串站街娼妓，同样都是被套带窒息而亡，而且被摆成了相同的姿势，很明显是同一人所为。那副组长的嫌疑就更大了。随后队长亲自带人进行了抓捕，不料副组长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了，很配合的就被带走了。来到所里看着自己的杰作后，他好似欣赏画展一样，还嘲讽警察只用了31年终于破案了，整个本森是相当气愤。然而副组长只把娼妓当作人渣，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净化社会，还详细讲述了每个人的龌龊之处。 I remember pulling the bag so tight it lifted her clear off the ground. 见他如此不知悔改，泰勒默默扔下了纸笔，让他写下犯罪经过。哪知副组长竟诡异一笑，随手扯下了崔西那张，因为那不是他做的。本森俩人当然不相信了，奉告副组长老实认罪，不要耍花招了。但副组长也有风骨的，不是自己做的坚决不承认，结果整的警察也一时没了办法。那么问题就来了，根据固定模式杀手的习惯，显然崔西的摆放姿势不一样，那就是说副组长还真不是凶手，也许是有模仿犯。 First timer, impulsive, young. All right. Young. Impulsive. My gut tells me the killer knew Tracy. 而符合这几个特点的最大嫌疑人就是崔西的男友。 If Tracy was leading a double life, the boyfriend would be the one to know. Did it seem like maybe he was holding something back? 可本森觉得男友很配合，很愿意帮忙。 Maybe too helpful? 此时泰勒也觉得不对劲了，他拿出不在场人证名片时，好像早就准备好了一样。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了。而后两人又找到了给玉田作证的好友，开始威胁他共犯可要判25年的。不料好友还真害怕了，老实交代了玉田其实还有一个真正女友，他只是想在结婚前和崔西玩一下。 Problem is the package doesn't match the wrapping. She's very inexperienced. A virgin, more like iced mocha. 不成想一夜之后，崔西竟爱上了玉田。那晚他承诺会穿得火辣约玉田见面，结果玉田却拒绝了，独自回家去了，所以才让好友帮忙说谎的。可是警方还是不相信玉田跟崔西的死毫无关系，于是又想到了现场那个带血的鞋印，而鉴定科确定血迹就是死者的，鞋子则是意大利兄弟品牌。听了这话，本森顿时眼前一亮，因为兄弟牌皮鞋是国际知名品牌，在每个地方都是独家贩卖。于是两人又来到了鞋店，老板证实这款鞋一共只卖出了12双，并且每双售价高达5000元。就这样很容易查出了玉田确实买过这种鞋。可本森担心他早就把鞋扔了，但泰勒保证他是不会丢掉这么昂贵的鞋的。然而当警方把玉田家里所有的鞋都搜出来后，根本没有兄弟牌的，本森认定肯定是遗漏了什么。结果玉田的老家并没有搜查，于是两人又马上来到了玉田老家，先是将崔西的照片给玉田父母看了。不料二老果然不知道儿子有这个女朋友，而就在本森还想确定之时，恰巧玉田走了出来，正好撞在枪口上。两人急忙搜查了他的背包，结果还是没有兄弟鞋。没办法，警察只好强行猜测真相，就是玉田想在野外强上崔西，不料遭到拒绝。而后他恼羞成怒，将崔西打死。 And when she didn't get up, you panicked and dragged her into the alley. Oh man, what am I gonna do now, huh? Ah, whatever, I'll just dump her body and run. I'll wake up the next morning, go to work, pretend nothing ever happened, and maybe it'll actually be that way. 对此玉田根本不承认，还让母亲不要相信警察。哪知母亲竟补刀问：“那你为什么没提过崔西？”就在玉田正要解释之际，本森突然有了新发现。 He's wearing them. 果然玉田没舍得丢掉，这下泰勒可乐坏了，找到了鞋就实锤了。玉田再狡辩也没用了，